好，我是那个大叔，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看到这个铁面法师，没错，我们今天使用的是帝国，这个是拜尔沙泽。那它主要是使用金属系的法术。那我们这边带了终极炼金术，然后红金猎拳，还有毁灭熔流。主要就是依靠这3个当做它的输出，然后骑乘战马，方便移动啊。要不然法师如果被围殴很麻烦的。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我方这边的阵容啊，最右边这边两侧是帝国骑士，比较普通的骑兵单位，不过它也是有110的高护甲，并且它是带着盾牌，铜盾。加减啊，有盾就不错了。那左右两侧都放了2队的帝国骑士。那我们看一下正面单位比较多哦。首先是这边数过来是剑士，然后这边也是剑士，总共出了4队的剑士，比较便宜的单位。那这2队呢是巨剑士，这个就是重点的输出单位了。我们看到它有的反步兵加成，而且还有着破甲伤害，它破甲的比例有超过 50%， 不错。然后呢，我们这边带了4队的自由民兵团，不过要非常注意的一点是，自由民兵团它的破甲伤害只有2点，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成没有破甲能力的单位，没有错。我就是忘记了，所以我才带了4队的自由民兵团。那后面呢，我们总共准备了4队的旧炮哦，旧炮就是很便宜，然后反步兵，而且4队分得很散，对方要一队一队去击垮也是需要时间。如果你是说像4队全部粘在一起，对方一个冲锋过去，4队直接毁灭掉，其实没办法争取掉太多时间。有的时候炮兵的作用除了能开炮，它的第二个作用我觉得就是争取时间。例如说你们这边前线在前面交锋，要把东西拉回来针对对方骑兵的时候，对方骑兵如果要撞4次，那要花很多时间。如果你是一字排开，那对方只要撞1次就好了。有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回会有差，真的有差。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阵容，这边是歼旗。好，我们这次带了非常不一样的领主幻形魔，这个单位非常的昂贵啊，然后它可以变化成为各种的领主或者是英雄单位。这个幻形魔，它会依照所变形的单位不同而造价会不一样。那这边它基本带的法术是粉焰、蓝焰还有火风暴。这个我最爱的歼旗法术3件套啊，这3个真的好用。然后这边有一个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魔法之风在15点以上的时候，这个单位是属于隐藏状态，这个比较麻烦，这个要小心一点。那我们这边选择变形的是这个黄铜蛮牛，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它的护甲高达130，可以去扛线。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正面，总共是5队的歼旗拦腰。讲过很多次了，拦腰就是一次爆发打完过后贴到对方脸上，让后面的粉腰可以放心心的去输出。这个拦腰作用就是这样，很好用。那我们这边后面呢都是粉腰，有一队是精英版本的粉腰。那我们这边还有一队歼旗混沌骑士，这不要小看它，它的护甲可是高达120点，也是带着铜盾呐，加上它的攻击是带着魔法伤害哦，所以打起来很痛，它这样打人其实会很痛。然后这边还有一队比较特别的单位，高阶歼旗火妖，它是一个单体的单位。但是它的攻击能力非常强，它非常适合打多模组。它的火焰射过去呢，会变成一个小型龙卷风散开，
那如果刚好打到队伍正中心，你这个队伍很快就会瓦解。他打多模组的能力非常的强悍，基本上只要出一个，然后好好的操作，这个绝对会值回票价。好的，我们来开始进入决斗。那这边呢是尖旗火妖从旁边走哦。那我们正面呢就是蓝妖跟粉妖，那这边还有2队的，跟着这边还有一队混沌骑士往前冲啊。那我们这边是2队的帝国旗，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怎么操作。那他先这边自由明月射，他其实感觉没有什么痛啊，他的能量护盾还在，其实比较没有什么受到太多影响。好，帝国骑士这边挡住了他，我们这边再做一个夹击哦。好，我们这边看到，其实夹击伤害也有限。然后我们这边放慢速度一下，他这边的能射到他的路线已经很少了，所以这边的话，自由明战就可以考虑去做拉走的，就不用再去依恋去射击，因为我们看到一下这边它红色的代表敌方模组，这边所剩的真的不多，就是接触面积不大啦，对方接触基本上是被夹击的状况下，我们这边就不要去浪费弹药去射击这个，因为这个火枪兵有用的就都知道啦，会被自己人挡住比较麻烦。如果是弓箭手就没差，弓箭手就可以继续射。那我们这边顺便也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尖旗高阶火妖的攻击模式，你看它这样射出去，然后几道火焰这样子，龙卷风这样子散开，很可怕。这边大概挨了1发吧，就变成这样子了，可能1发或2发，刚刚画面没带到。那我们这边再继续看下去，正面基本上就是近战单位全部贴对方的蓝妖啊，毕竟蓝妖一定在前面，我们只能先贴蓝妖。那后面这边帝国骑士要想办法去偷袭哦，要偷撞这些粉妖屁股，或是要把对方的高阶火妖给抓起来。这个单位不能留太久，它对于这种便宜然后数量很多的这种战况的话，它是十分有利的哦。他只要像若假设这样挤一堆，他可能只要能射出1发到2发，搞不好我方这边就瓦解。所以看到那种单位，真的要想办法先抓走。好，我们继续。好，我们这边撞了一下，想办法要撞那个高阶火妖啊，高阶剑气火妖，但是都撞到粉妖身上，而且这边蓝妖也包夹了过来。这个时候帝国骑士是抽不开身体的哦。本妖虽然说没有什么战斗能力，但是他现在最大功能就是要帮自己的这个高阶火妖脱困。只要高阶火妖脱困的话，他们这边才有打的本钱。那我们这边就完蛋的，被包住的话不好拉。要拉是可以啦，但是会相对之下会很困难。然后这边自由民兵团再继续开枪啊，但是这边位置没有很好哦。这边这个终极炼金术放下来了，它是一个每秒伤害的哦，这个而且终极炼金术是不能躲的哦，那就这样持续一小段时间，利于多模组的。然后他这一发喷过去，喷的不是很漂亮，喷在领主身上，不过重创哦，这个其实也算扣蛮多血的哦。好，我们这边就是自由民汉跟对方的粉妖互射，这个应该会射出。那刚刚被包夹的帝国旗没办法，就只能跑走了。然后后面刚刚那队有撞一下他们的屁股，有啦，有算是有解开来，但是战况没有到很好。我们这边放慢速度一下，因为战况有点多。这边刚在一直在包夹的，最后包夹失败哦。这个歼旗的混沌骑士成功的1打2，属于包夹状态下，还把2队帝国旗给打退哦。这个其实我有点始料未及的，我本想说2队夹他多夹一点时间应该可以夹下来，但是不行。那我们现在这边战况来讲的话，刚刚这一队是有明显被烧了一下，现在重返战场。这边4队旧炮非常安全，但是对方这边的混沌骑士已经解放出来了，所以我们这4队等等应该就会直接被收掉了。我现在没有办法去阻止他。那我们领主是往前冲，把对方的粉妖卡住，要让这对自由民团就是获得自由，不要被打。好，我们继续。那我们这边放了一发毁灭龙流，把对方的粉妖中间炸开，但是对方模组所剩不多，所以效果有限。好，我们这边
利用领主卖血，然后把自由兵团先拉开，等等要回头去做一个射击。然后这边高阶火药又来了一发，自由兵团受不了哦，这个会直接蒸发的。然后我们这队现在又重新拉了出来，你看他这边，我们这边现在是勉强可以拉住对方的粉妖。那我们这边正面呢，还在想办法去斩杀对方的。这边是忘记操作，现就是忙不过来。然后我们现在这边直接去切对方领主啊。好，旧炮几发下来，好像也把自己人给炸开了哦。这就是炮兵比较麻烦的地方啊。炮兵虽然说刚开始有那个讲话本钱，但是很容易把自己人给炸开花。然后我们看到了，他这边直接变身成这个黄铜蛮牛哦，黄铜蛮牛的护甲130，要打这些骑士也是可以的哦。毕竟这些帝国骑没有破甲伤害。好，这一把毁灭龙流下去，效果有限，效果不是很好，效果有限，因为对方的魔族所剩量不是很多。那我们这边帝国骑士被打退了，黄铜蛮牛真的是非常的坚挺。然后他这边要直接去打自由民兵团啊，这时候应该是没有操作。好，自由民兵团倒霉了。然后我方领主被打着打着也被打退了，这边现在是战况十分危险。然后为什么没有炮兵呢？就像我讲的，现在炮兵被对方的混沌骑士给黏住，已经打了2队，第3队也差不多要结束了。现在战况对我们方来讲是极度不利啊。好，这边的旧炮又没了，那第4队旧炮没意外等等会被抓走。不过呢，好消息是对方的粉妖跟蓝妖也差不多快被解决完了哦。我们这边撞下来基本上就没了哦，因为粉妖其实也不经打。好消息是我方其实所剩的兵量比对方多，对方基本上恶魔单位化士气只要没有就会开始蒸发，所以他们是死得很彻底啊。然后这一发那个歼旗本焰烧下去，其实效果有限。那这边就是想办法尽量先围住他，我们要先解决对方这一队，因为这一队现在是非常的棘手单位。领主只要不变身，我方都还有办法去解决，但是这一队只要不解决，我方基本上就没希望。好了，他这边直接冲撞这队自由民兵团，我方是没有办法的哦。然后现在这边是放了分身，那个幻形魔的一个技能，他会放出一个跟自己长相一模一样的分身，然后分身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基本上就是到处跑，他不能攻击，也不能放法术。好，这边又变身了，那这个就是分身，我们就不用去理他了。但是他变身过护甲高达130，我方没办法去处理。我们看一下，他变身过护甲很高哦，而且近战也是带破甲伤害的，所以这个就不太好处理。我知道一定有人想说，为什么不直接变恐虐的传奇领主斯卡伯兰？斯卡伯兰变身他太贵了，真的。我当然知道变斯卡伯兰当然比较，但是你变他过后，你所剩下的钱不多，就比较麻烦。好的，他这样子震了一下，基本上又直接跑走了哦，这个很麻烦。那我们这边就是尽可能的，好，再送他一发终极炼金术。我们领主回来先赏他一发，我们看一下总血量剩下大约300，其实还是不好处理，因为对方的护甲是高达120，这个就很麻烦。那我们这边就是靠骑士去跟他做消耗，尽可能去消耗完。然后对方现在已经举了白旗，但是还是要拉一队骑兵去追他，不能让他回线。基本上就是骑兵去追他，那就没事了。那他这边黄铜蛮牛在追着我方领主跑哦，不过还好我方领主现在有骑马，所以没有事。如果没有骑马的话，我方领主早就被宰了。然后他这边又变回来，这边变回来我就不太确定为什么，因为如果只是要为了放法术，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因为其实他现在兵数量越少的话，其实我们的那个操作专心度会越高，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没必要。而且他变身过后是有一段冷却时间，他现在短时间内是没办法再变回去的。好的，现在就尽可能的再继续靠自由民兵去跟他做消耗了。我们这边是我们放慢速度哦，我们刚刚好险有追他，要不然其实他回线来个突袭，我方是来不及去处理的。那这边现在是帝国骑士又再次黏上对方的这个混沌骑士。
坦白讲，我觉得这个胜算不高啦，因为我方其实不要看这个百分比好像很高，但是对方可是混沌骑士。好，我们来继续。那基本上剩这个领主，他血量其实还算蛮健康的。他基本上他躲起来过，他会补那个能量护盾，这个麻烦。这是歼旗的最大特色，也是很头大的东西。好，我们现在就尽可能靠自由冥想去跟他消耗，因为他这个状况下其实护甲很低，没有护甲伤害其实也可以打。好，这边剑士去贴他，好，很不妙，他 CD 结束了，他又变身成黄铜蛮牛。黄铜蛮牛这个状况下的话，就比较麻烦哦。不过还好，这几发旧炮有炸到，对方直接士气就没了。好，这一场打得比较久哦，因为单位比较多，场面比较混乱。主要的话就是我方的剑士跟巨剑士去尽可能的要先把对方的前排这个蓝腰先砍开，然后帝国旗要把对方的粉腰从后面撞烂它。那这个歼旗的混沌骑士，这个基本上我们处理不掉。刚开始用了2队去夹它，还是夹不死。然后加上这个高阶火妖，其实真的头很大。还好他的烧伤只有烧到12只，其实已经算是万幸中了，万幸中的大幸了。坦白讲，因为就是刚开始帝国旗有很早去抓他，如果没有抓他的话，基本上我方前排会全死。这场打起来其实算是比较刺激啊，而且比较可看性，我觉得可看的地方也蛮多的。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所有内容。如果喜欢影片，帮我点个赞，并且分享出去。我是那个大叔，我们下次再见，拜拜。